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表哥创业成功，举办家宴庆祝。餐桌上，他嘲讽我空有学历而没有能力，毕业这么多年也没混出个人样来，就连自己心爱的女人现在也在倒追他，成了舔狗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他最重要的一笔投资就来自我的公司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和爸妈站在包厢门口，我听见里面传来表哥嚣张的声音：“不是我吹，我那家公司前景很好的，1年1000万，2年上市不是问题。2年上市。”我被表哥的话震惊到了，用疑惑的目光看向我爸，他大概也是觉得有点丢脸，摸了摸自己的鼻尖，压低了声音道：“你表哥前些日子自己整了个什么公司，好像最近搞得不错。”我这才恍然，我说：“怎么一向抠门的姑姑他们会请客让一家人吃饭？原来是跑这里来炫耀了。”我和姑姑他们的关系从来就算不上太好，姑姑年幼时生活辛苦，已经去世了的爷爷奶奶有着很强的重男轻女的思想，所以我爸对她从来都带着愧疚。长大后也是能帮衬就帮衬，她嫁得不算太好，姑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车间工人。这些年房价飞涨，他们家的房子还是我们出钱买的。后来表哥出生后，姑姑更是用了诸多借口从我们家掏钱。我妈同为女人，也心疼姑姑从前的遭遇，所以从未多说过什么。只有我年少时童言无忌，让姑姑好几次下不来台，她因此记恨上我。高中时，表哥成绩不好，平日里只顾着吃喝玩乐，临到高考的时候想起了临时抱佛脚，姑姑哀求我替她辅导，可我自己学习的时间都觉得不够，哪里有空去辅导别人？这毕竟关乎我的未来，所以爸妈第一次没有顺从姑姑的意。后来我高考发挥正常，考进了一流大学，而表哥只进了一所大专。姑姑对外宣称我见不得他们一家过好日子，所以才不愿意给表哥补习。三言两语一说，眼泪一掉，邻里街坊就信了个80%。我想解释，可爸妈不让，说是由得他去。直到现在，街坊们对爸妈还颇有微词。想起那些陈年旧事，我微微皱起眉来，只觉得今天的这顿饭不会太安稳，叹了口气。爸妈已经推开了包厢的门，我跟在他们身后走了进去，一眼就看见了坐在主位上的林光耀。倒不是因为他长得有多么显眼，相反，林光耀和姑姑长得很像，都是泯然众人的模样。但他身上那无比巨大的巴黎世家的 logo， 还有手腕上那硕大的金手表，以及脖子上粗重的项链，都太吸引人的眼球了，像是个没什么文化的暴发户。姑姑一看见我们，眼睛立刻就亮了起来，她身上的行头也已经变了一身，成套的香奈儿衣服，还装模作样戴了个丝巾，头发也是染了色，化了妆，看上去精气神十足，完全不像过年时候我看见的对着表哥怒发冲冠的样子。钱果然是个好东西。哎呦，你们来了，赶紧坐，别跟我们客气。阿明啊，过年到现在都没见过你了，来的路上饿坏了吧？看看吃点什么。你表哥现在出息了，别想着给他省钱，想吃啥点啥。这饭店是城里最高档的饭店了，我倒是觉得档次还不够，哪里能跟大城市比？你说是吧？姑姑笑着，嘴巴就和机关枪一样说个不停。落座到现在，我和爸妈一句话没说，他已经自顾自地开始口若悬河了。一旁的林光耀听了，急忙补充道：“妈，你这话说的
表弟光顾着打工了，哪里有时间去下馆子哦？那些高档地方又不是一个坐办公室的去得起的。这就开始了。我抬头看向坐在对面得意洋洋的表哥，心里却止不住的发笑。大学毕业之后，我就留在了那座城市，依靠着自己大学期间积累下来的人脉和知识，建造了属于自己的公司。这些年，公司的发展蒸蒸日上，俨然已经有了行业龙头的味道。我深知，如果让姑姑和表哥知道我创业赚了钱，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的从爸妈的手里掏走更多东西。所以创业成功这件事情，我谁都没说，不是不相信爸妈，而是他们的心软我一直看在眼里。所以直到现在为止，无论是表哥还是姑姑，都觉得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。听了表哥的话，姑姑伸手捂住了自己的嘴角，学着电视上那些有钱贵妇人的样子，矜持地笑着。哎呦，我都忘了，阿明虽然成绩好，学校好，但也只是一个坐办公室的而已。你说人和人之间还真是好玩哈。当初我家儿子只是考了一个普通的大专，不知道多少人嘲笑他羡慕阿明，现在也算是扬眉吐气了，光要创业成功，给我长了脸。姑姑的语气里带了些阴阳怪气的味道，无非就是想说我读书没有用，比不上他的宝贝儿子。爸妈的脸色阴沉，但也没有多说什么。他们从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对姑姑无条件的容忍。可他们会忍，我不会。我随手选了几个最昂贵的菜，然后将菜单递给了服务员，随意估算了一下，光是这顿饭就要几千块钱，更别说我还点了个上万的酒。不是想要炫富吗？那我当然要给他们一个更好的平台才行。送走了服务员，我端起茶壶来给自己和爸妈倒上了一杯热茶，这才缓缓开口道：话也不是这么说的。我记得表哥读书的时候，数学只能考个位数，现在开公司了，公司的流水表算得清楚吗？不会连盈亏都分不出来吧？从头到尾，我的脸上都带着淡淡的笑意，完全没有被表哥他们的话所影响。可表哥听了我的话，一张脸却陡然阴沉了下来。因为我不是真的穷，可他是真的笨啊，这有什么的？我儿子能请人啊，他会管理就行了。一个好的老板不是要自己做事情，而是要让手底下的人做事情。你说对不对？光耀姑姑耿直了脖子，反驳着我的话。表哥听了就像是找到了台阶一下，连连点头道：对，阿明，你没做过老板，你当然不懂，我也不怪你，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就成功的。姑姑有句话说的确实不错，一个好的老板要学会让手底下的人做事。可问题是，如果一个老板什么都不会，又如何能够服众呢？我拿起茶杯挡住了自己嘴角的笑意。是吗？可我记得表哥以前做过最大的官，也就只是个收作业的小组长，后面还因为老师收不齐作业被老师革职了。你真的懂什么是管理吗？我的这句话就多少有些刻薄而不近人情了。表哥和姑姑的脸都沉了下去，尤其是表哥看向我的眼神里都带着杀意，就连我爸也扯了扯我的衣角，示意我别继续说下去了。我到底还是不愿意伤了我爸的心，在心里叹了口气后，就打算和表哥道歉。可包厢的门又一次被人打开，一个穿着白色裙子的女生站在门口，额头上还带着汗水，手里拎着一个完好无损的蛋糕。抱歉，我是不是来晚了？光要我去给你取蛋糕了，你看，一点都没化。这个女生不是别人，
正是我高中时候喜欢的女生陈音。我的手一抖，茶水差点就倒了出来。表哥泰然自若地点了点头，看了眼手表后皱起眉来：“你迟到了3分钟。”陈音的脸色变得越发的苍白。算了，下不为例，今天就原谅你了。表哥的语气格外的高高在上，不像是在面对自己的爱人，倒像是在面对一个低他一等的仆人。我皱起眉来，不解地看向表哥，不明白他与陈音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。表哥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，微微抬起下巴，笑道：“阿明，你应该还记得陈音吧？哎，他现在在追我呢，跟个狗皮膏药一样，撕都撕不开，我烦得要死。我记得你高中的时候还喜欢过陈音，不如这样，我把他让给你，如何？”表哥的话让我心中的愤怒熊熊燃烧，哪怕我现在对陈音已经没有了从前的感觉，可她毕竟是我年少时第一个喜欢的女生，多少会带点初恋的滤镜。我可以接受她和别人在一起，却不能接受她被人这样戏弄。林光耀，你别太过分了，这种话都能说出口。你以为陈音是什么？一件玩具吗？比起我的愤怒，表哥看上去就镇定很多。他满不在乎地对着陈音勾了勾手指，就像是在呼唤自己的宠物狗。我刚想替陈音说几句话，可原本站在包厢门口的陈音已经大步朝着表哥走去了，丝毫没觉得这件事情对他的人格产生了侮辱。我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幕，像是从未认识过陈音。在我的印象里，高中时的她美丽动人，又总是拒人千里之外的模样。学校里的不少男生都把她当作自己心底的白月光。3年的时间里，和她表白的男生不计其数，可陈音从来没有谈过恋爱。也正因如此，我暗恋了她3年。却不敢让陈音感觉到一点点我的心意。可现在，当初那个冰清玉洁的陈音，就这样自然地蹲在了表哥的座位边上，将自己的下巴放在了他的手心里。我的身体因为愤怒而颤抖，就连放在大腿上的双手也死死握在了一起。陈音，阿明说我在侮辱你，你呢？你也这么觉得吗？陈音抬头看着他，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道：“没有，是我喜欢你，想要和你在一起，所以心甘情愿的。”表哥嘴角的笑容更深了。既然这样，你愿意和阿明在一起吗？反正我和他是表兄弟，也没有多少区别吧。陈音扭过头来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闪过了一丝嫌弃。他伸手抓住了表哥的衣角，语气可怜而委屈：“光耀，你怎么能让我和周明在一起？他就是一个一事无成的废物，哪里比得上你？我从始至终喜欢的都只有你一个人啊！”表哥闻言，转过头来看着我，看似无奈地撇了撇嘴，实际上眼神里的嚣张都快要溢出来了。真可惜啊，阿明，就算是这样，他也不愿意和你在一起。看来陈音真的很不喜欢你啊！此刻我终于明白过来，陈音会在这个时候出现，也是表哥设计好的。他想要用这样的方式让我感到痛苦。其实我一直都不明白，表哥对我的恶意究竟从何而来。我记得很小的时候，我与表哥的关系其实不错，我会跟在他的屁股后面，捡了个木棍就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英雄，然后满小区的乱跑。可后来表哥与我渐行渐远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只要一见面就变得针锋相对起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将自己心中的愤怒压下。这些年我因为应酬见过不少人，其中不乏一些说话做事不经过脑子的智障。表哥的这种做法实在是不够看的。
除了一开始的时候会给我造成影响外，并不能让我丧失理智。我很快就整理好了心情，再一次看向陈音的时候，我的脑海已经格外的清明，都是陈年往事了。我早就不喜欢他了，表哥要是喜欢，那就在一起好了。他看出了我心情的转变，轻啧了一声之后，松开了手，重新面向我。不过是一个女人罢了，我想要多少就有多少。陈音这样的，我还不放在眼里。表哥丝毫不避讳陈音就在一边，贬低起他来没有丝毫的犹豫。陈音的眼神暗淡，却仍旧挣扎着露出了一抹笑意，想要继续讨好表哥。光耀，这个蛋糕是我亲手做的，你尝尝看。他说着就要将蛋糕递到表哥的面前，可表哥只是不耐烦地伸手将他手中的蛋糕直接打落在了地上，语气暴躁：吃你妈的蛋糕，老子晚饭都没吃呢。乳白色的奶油混杂着肮脏的灰尘，软趴趴地躺在地上。陈音的身体有些僵硬，抿着嘴唇看向了地上的蛋糕，最终还是没有多说什么。他这样委屈自己的样子让我觉得难堪。我借口起身前往卫生间，想要缓解自己心口的郁气。刚从卫生间出来，我就接到了秘书的电话：周总，有一家刚成立的小公司想要投资，我把资料给您发过去了，您看看。好，这2年公司发展越来越好后，我也会在空余的时间里投资一些刚刚兴起的小公司。因为走过创业的这条路，所以我知道有多艰难。如果有发展前景不错的公司，我也不介意伸出援手拉一把，让他们的路好走一些。我看着手机里的邮件，眉头越皱越紧。这家公司的产品介绍一塌糊涂，简直就像是大学的不及格作业。公司老板本人对前景的展望也像是小学生的畅想作文，没有任何现实之处。根据我的经验，这家公司要不了多久就会彻底倒闭。我给秘书发去了消息，驳回了对方的投资请求。一抬头，却看见表哥站在我的身后，不知道看了我多久。怎么，你上司叫你回去加班啊？表哥的手里夹着一根香烟，袅袅上升的烟雾里，我看见了他眼神里的鄙夷和不屑。我好心提醒道：这里不让吸烟。可谁曾想，表哥的神色更加嚣张了。那又怎么样？我现在是老板了，有的是钱。周明，你没必要在我面前装模作样。我被你压在底下这么多年，终于翻身做主人了，你心里一定很不痛快吧？表哥冷笑着，看向我的眼神就像是在看杀母仇人。我懒得计较他这些疯疯癫癫的话，绕过他就打算回包厢，却在路过表哥的时候，听到了他的一声嗤笑：陈音这女的，做哥哥的先替你尝过了，腰细屁股大腿长，就是在床上放不开，还是要多调教调教。他的声音低沉，可语气里带着不怀好意的调笑。我猛地回过头去，死死盯着他。你要是讨厌我，冲着我来就行，跟陈音有什么关系？刚刚他和我说的话，我大概已经明白了他与我针锋相对的原因，无非是觉得我从小在长辈的面前更加乖巧懂事，成绩也更加优异，比他更得老师和家长的喜欢，所以他怨恨我。我尊重，但我不理解。见我愤怒，表哥脸上的笑容更大了，他步步朝着我逼近，一字一句道：怎么，生气了？你是不是觉得是我威胁的陈音，逼迫的他？我告诉你，是陈音自己主动爬的我的床，是他主动说要和我在一起的。周明，你得不到的女人是我的舔狗，现在轮到你来嫉妒我了。我会成为有钱的大老板，而你
就一辈子做上不了台面的打工仔。他冷笑着，将烟头扔在了地上，狠狠碾了几脚，不像是在踩烟头，倒像是在踩我。表哥转身进了厕所，只留下我一个人呆滞地站在原地。虽然已经发现陈音与读书时截然不同，可真的听见表哥的话，我的心脏还是疼得厉害。那是我喜欢了3年的女生，我曾经是座白月光一样的存在，可现在却变成了这般模样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心中还带着最后的一丝期许，觉得或许是表哥为了气我，故意这样说的。带着这最后的一丝期许，我朝着包厢走去，却在包厢外头听见了里面的交谈声。陈音是吧？你是光耀的女朋友吗？这是我妈的声音，大概是为了活跃气氛。现在还不是，但我会努力的。只要能和光耀在一起，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。没想到你这么喜欢光耀啊！哼，不还是为了钱？自从光耀开公司了之后，扑上来的女人一个接着一个，我都看不过来。人啊，都是一个样子，为了钱啥事情都能做，尤其是女人，都想着找一个有钱的老公嫁了，这辈子就衣食无忧了。这是姑姑的声音，我等待着陈音的反驳，可包厢里却陷入了沉默，心底的最后一丝期盼此时也消散得无影无踪。推开门走进包厢，姑姑看见我来，原本无聊的一张脸顿时又浮现出了笑容。阿明回来了，我听你爸妈说你在公司里干的活很多啊。我重新坐回了位置上，不知道他突然说这件事又想说些什么。我确实忙，公司的规模越大，需要上心和处理的事情就越多，所以爸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常说自己在加班。久而久之，他们就觉得我的老板是个不近人情的混蛋，殊不知我就是自己的老板。姑姑见我默认，脸上的笑容越发的真切。你看看你，这么忙也赚不了多少钱，不如来光耀的公司做保安啊，又有空余时间，一个月还有个3、4千呢。这下别说是我，就连爸妈的脸色都变了。可偏偏姑姑就像是没看见一样，仍旧自顾自地往下说着。别说姑姑不想着你，保安的这个位置不知道多少人抢着要呢。就前几天吧，我一个老同学还给我打电话，说是想让他儿子去干，我都没答应呢。你给你表哥打工，你表哥也能罩着你一点不是？所以我说，你周章你够了，给我闭嘴！我爸的一声怒吼打断了姑姑的做法。这还是我第一次听见我爸用这么大的声音对我姑姑说话，连带着姑姑都被吓得抖了2抖。他用不敢置信的目光看着我爸，脖子上的青筋凸起，用一样大声的声音吼了回去：干什么？你反了天了是不是？你敢吼我？我吼的就是你！你让我儿子去做保安，你多大的脸啊？保安怎么了？看不起保安是不是？想当初为了供你读书，爸妈把我扔到工厂里踩缝纫机，跟保安不一样吗？又是这样。这些年，我爸和姑姑一旦有任何意见上的不统一，姑姑就会拿出以前的事情来反复说上几遍，落下几滴眼泪诉说自己的不易，我爸就会立刻心软。我本以为这一次和前几次不会有任何区别，却没想到我爸冷哼了一声：周昭，你非要我把话说清楚吗？是，爸妈确实重男轻女，但当初让我读书，让你打工，是你自己的选择，是你说读书没意思，不想读了，爸妈才送你进厂的。而且你那3瓜2枣的，一大半都被你自己拿去买衣服和化妆品了，用在我身上的钱有你一件衣服多吗？就算我欠了你的，这些年我也早就还清了。
我告诉你周昭，你在我面前怎么样我都无所谓，但你不能侮辱我儿子。我爸的面色涨红，声音粗壮，眼睛里满是红血丝。姑姑蠕动着嘴唇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说到底，他原本就是个外强中干的，平日里敢这样顺杆子往上爬，也是知道我爸拿他没办法。而今被我爸这样一吼，他什么心思都没有了，趁我不再欺负我妈。舅舅，这样不好吧？表哥从身后走上前来，阴沉着脸将姑姑挡在了身后。姑姑见他回来，腰杆子也硬了，躲在他的身后开始算账。光耀，你总算回来了，我不过是提了一嘴让周明去给你当保安，他就开始骂我。我这不也是为了周明好吗？他一直坐办公室，能有什么出息？我没忍住，冷笑道：做保安就有出息了，我妈有说错吗？周明毕业这么多年，你不还是个一事无成的废物？看着表哥那得意洋洋的样子，我不合时宜地想着，这句话要是让我的朋友听到，估计得嘲笑我大半辈子了。被一个废物骂废物，实在是我人生的盆地。见我们不说话，表哥自觉自己说的我们哑口无言，扯了扯衣领后，高高抬起了下巴，俯视着我们：赶紧给我妈道歉，不然的话，这顿饭我不会请的。我们耶！我惊讶于他能够把 A 2个字说的这样的义正言辞，脸皮是真的厚。爸妈站在我身边，脸青一阵白一阵。刚刚点菜的时候，他们已经看见这里菜品的价格了，明白不是自己可以负担得起的。可让他们跟姑姑道歉，又实在是伤人自尊。表哥就是想要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投降，可我只是笑了笑，重新坐回了椅子上，垂眸给自己倒了杯酒。不用挨了，一顿饭而已，我请了。我的话音刚落，爸妈看向我的眼神里久带了些惊讶，毕竟在他们的眼中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，这样的一顿饭钱都已经抵得上我1个多月的工资了。表哥听了我的话，更是直接笑出了声，笑声里满是不屑与嘲讽。周明，你知道这一顿饭要多少钱吗？就这样大言不惭地说你请。我挑眉，语气平淡，一顿饭罢了。这句话说完，表哥更加笃定我压根不清楚饭店价格这件事，直接坐在椅子上等着看好戏。好啊，那就等着你付钱了。我摁响了铃，叫来了服务员，他将单子递到了我的面前。我随意看了看，确认没有问题之后，就将银行卡递了过去。见我没有露出想象之中大惊失色的表情，表哥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，却仍旧嘴硬着：哼，打肿脸充胖子，只怕是回去之后每顿饭都吃咸菜和馒头了。我一边输着银行卡的密码，头也不抬道：不用你替我担心，反正饿不死就对了。要是没钱吃饭，记得给我打电话。怎么说我也是你表哥，不会这么点小钱也不给你的。表哥笑着，伸手搂住了陈茵的肩膀。我将自己的银行卡重新放回了口袋里，起身就准备告辞。今天看了这样大的一场好戏，也算是不负此行。我带着爸妈就打算离开，可姑姑却还想要炫耀最后一波。别着急走啊，光耀新买了车，让他给你们送回去啊。姑姑和表哥他们跟在我们的身后，和我们一起走出了饭店。饭店门口不远处停着一辆拉风的劳斯莱斯，就连我也被吓了一跳。我没想到表哥竟然有胆子买劳斯莱斯，明明公司刚刚起步，这个时候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。想我当初创业初期，吃泡面住地下室，就是为了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公司里。表哥从口袋里拿出了钥匙，在手指上转悠着，
对着我们挑衅的挑眉道：“没坐过这么好的车吧？我倒是可以顺路送你们一趟，也算是让你们的人生圆满一下。坐了豪车就圆满的人生，算得上是什么东西？”我和爸妈都没什么反应，倒是陈音的反应最大，一双眼睛都亮了起来。他挽着表哥的手臂，夹着嗓子撒娇道：“光耀，你也可以送我回去吗？我也想坐你的车。”看着陈音脸上的笑容，我想起了表哥和我说的话，或许从一开始他就是这样的人，只是我从来没有看清楚过。表哥自然是乐的，在我面前被陈音崇拜，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：“当然可以了。”他说着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高傲：“周明，你要是求求我，说不定我也能让你。”只是表哥的话还没说完，他的手机铃声就响了起来。他看了眼来电显示人，语气更加的骄傲起来：“是我秘书打来的电话。”可能是公司里的事情，那模样就好像他的公司不是刚刚起步，而是已经上市了。表哥清了清嗓子，压低声音将电话接通：“喂。”只是没几秒钟，他脸上的笑容就立刻凝固了，就连声音也变得尖锐起来：“你说什么？为什么对方不投资？是不是你说错话了？我不管，立刻给我约周总吃饭，我要当面和他说。”“周总？哦，我刚刚拒绝的投资是他的公司啊。”表哥脸色阴沉地挂断了电话，身边的气压都低了好几个度。姑姑不知发生了什么，凑上前去小声问道：“光耀，怎么了？”谁曾想，刚刚还一副大孝子样子的表哥，此刻对着他直接吼道：“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就知道问我怎么样？烦不烦啊？”表哥突然的发怒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，姑姑更是神情呆滞地站在原地，不知该做什么表情。她死死抓着手机，烦躁地抓了抓自己的头发，无处发泄的怒火最终只能转移到了我的身上。“你看什么看？周明，你就是个废物，赶紧滚！”我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表哥：“你有病啊！平白无故的，我又没得罪他。”表哥听了我的话，怒气更上一层楼，竟然直接朝着我冲了过来，伸手就要抓住我的衣领。“你他妈说什么呢？你说谁有病？周明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？”好在我动作敏锐地躲过了表哥的手，他被我爸死死抓住了肩膀，动弹不得。我懒得搭理他，打开手机打了辆车，就打算和爸妈一起回家。秘书的电话打来，我想都没想就点了接听：“周总，刚刚您拒绝投资的那家公司，老板想邀请您吃饭，由于我忙着打车，下意识点了外放。”秘书的话被所有人听得一清二楚，表哥也不折腾了，爸妈也不拦了，都用惊讶的目光看向我。我冷声道：“不用麻烦了，吃多少顿饭我都不会改变心意的。”“好的，周总。”电话挂断，我的车也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抬起头，我对上了表哥几乎呆滞的眼睛。“周总。”他喃喃着，可却又突然笑了起来，像是不相信这个事实。“不，你肯定是在耍我，你不过只是一个打工的而已，怎么可能是周总？周明，你为了装逼还真是下血本了，你以为我是你吗？”我对他不屑一顾，只是转身对着爸妈愧疚地解释道：“抱歉，没有提前和你们说，我只是担心姑姑他们。”“别说了，阿明，爸爸明白，之前委屈你了。”我爸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一切尽在不言中。”我对着他笑了笑：“车子马上到了，我们走吧。”可现在表哥却不想放我们走了，他死死抓住了我的手腕，用祈求的目光看向我：“周明，不，周总，你投资我们吧，我的公司真的很有前景，你相信我。”
看在我们亲戚一场的份上，你帮帮我吧，没有你的投资，我的公司就完了。表哥几乎是用哀求的语气和我说话，但作为一个商人，我只会为有利可图的东西停下脚步。我毫不客气地甩开了他的手，露出了礼貌性的笑容。抱歉，但你的公司在我看来，比大富翁里的公司还要不靠谱。说完，没有理会表哥惨白的脸色，我大步朝着街边走去，身后传来表哥的咒骂声：操你妈周明，你他妈就是怕我比你牛逼故意的，你等着瞧，老子肯定能拉到投资你算是个什么东西。我确实不算厉害，也只能一句话封杀他的公司罢了。表哥话说的厉害，但道歉的速度更快，第二天就和姑姑一起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上了门，想要说服我收回自己的决定。可他们连我家大门都没能进来。通过昨天的事情，爸妈已经看透了他们的真面目，怎么可能让他们继续打扰自己的生活？我在客厅里吃饭的时候，就听见门口的敲门声一下比一下响。表哥和姑姑一开始是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当发现我们不为所动之后，就开始破口大骂起来，骂得格外的难听。爸妈直接报了警，没多久，外面就安静了下来，送走了表哥和姑姑。我们家在下午的时候又迎来了不速之客，是陈音。她打扮得很漂亮，怯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，时不时抬头看我一眼，羞红了半张脸。如果换作是高中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小鹿乱撞。可这些年，像陈音这样的女人我见多了，我的心已经和菜刀一样冰冷。有事吗，周明？我听说你高中的时候喜欢我，那你现在对我还？陈音欲言又止的样子没让我觉得可爱动人，只让我觉得有些反胃。没感觉，没事，我关门了。等，周明，你是不是还在乎昨天我和林光耀的事情？周明，都是他逼我的，我从来没有爱过他，我留在他的身边只是为了等你回来啊。陈音的眼睛里闪烁着点点晶莹的泪光，看上去楚楚可怜的模样，可偏偏我看了只觉得演技不错，要是做演员，现在早火了吧。想起那些陈年旧事，我微微皱起眉来，只觉得今天的这顿饭不会太安稳。做我刚想开口拒绝，就见楼道里出现了林光耀的身影。陈一，你这个婊子，你他妈说什么？林光耀直接从身后一把拽住了陈音的头发，将她拖倒在了地上。他可不懂什么怜香惜玉，动作粗鲁至极。陈音的惨叫声顿时响遍了整个走廊。我听着林光耀嘴里的脏话，皱起眉来，毫不犹豫地关上了家门。当然，我也不是一点人情味都没有，贴心地替他们拨打了报警电话。第二天晚上，我就要坐飞机回公司了。临走前，我特意邀请爸妈和我一起回去，但他们在这里待了一辈子，并不想去一个陌生的城市。我又实在担心他们被那一家奇葩骚扰，索性就替他们新买了一套房子，让他们及时搬进去。回公司后，爸妈也时不时给我打电话，从他们的口中，我得知了林光耀几人的近况。他的公司最终还是倒闭了，那辆劳斯莱斯是贷款买的，现在公司没了，欠了一屁股的债。听说亲戚们都被借了个遍，躲他们跟躲瘟神一样。好在爸妈早就已经把他们拉黑了，这才躲过了一劫。至于陈音，她好像又找了个男朋友，是一家厂子老板的儿子，妥妥的富二代。只是那男的玩的花，心又野，陈音的日子只怕是不好过。五一放假的时候，我又回家了一趟，倒是偶遇了林光耀他们一次。
在街边的马路上，昔日趾高气昂的姑姑断了腿，林光耀跪在她的身边，正在乞讨。姑姑看着林光耀的眼神里满是恨意，回家就难免需要应酬。我的身份在老家逐渐传开，邀请我吃饭的老板络绎不绝。我在一次宴会上看见了陈音，因为多看了2眼，身边的男人偷偷和我说道：“你喜欢那女的，只要10万块钱就能睡。”但我觉得不太干净，劝你也别去。我当然不会去。我收回视线，对他露出了友善的笑意。这些烂人终将永远离开我的生命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